隋末唐初，群雄并起，争夺天下。大争之势正是风起云涌出英雄的时代，但也少不了一些穷凶极恶的歹徒，在其中为非作歹。今天我们说的这位，便是隋末的食人魔王朱粲。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求观众老爷们点一个小小的赞，这就开始我们本期视频。如果说像刘子业那样淫乱暴虐的昏君是品行道德伦理上的问题的话，那么我们这一期的主角朱粲就是地狱都不会收的人物了。像他这样的人就应该永世不得超生。他的队伍在最多的时候多达20万人，而这20万人的口粮便是人，无论男女老幼，甚至连枕边人都不放过。朱粲最早是城父县，也就是现在安徽亳州的左吏。在大业12年的时候，朱粲跟随着大军征讨长白山的起义军。他可能是感觉到隋朝的气数快到了，或者是在军中过得不安逸，就在大军和长白山起义军交战的时候，他带着部分手下跑了。他自称为伽罗楼王，召集了数十万人马，在荆州一片烧杀抢掠，就和一群大号的蝗虫一样，所到之处是寸草不生。本来就是粗人的朱粲，哪有什么管理军队的好办法？不服的话就上拳头，拳头不行就上刀子，打到你服为止。伽罗罗是印度教和佛教书本中记载的一种神鸟，传说它一条要吃500多条小龙。这个龙呢，不是古代传统意义上那种，而是毒蛇。这伽罗罗不光是神鸟，还为好鸟。而自称为伽罗罗王的朱粲却是毫无人性可言，被他抢掠的百姓是苦不堪言。那咋办？打不过，为了活命就加入吧。朱粲的队伍也越发壮大，随着势力越来越大，朱粲的野心也就越来越大，他准备称帝。不过在和李唐将领吕子臧和马元圭的战争中被打败，元气大伤。而马元圭在2次和朱粲战役中取得了胜利，有些骄傲自满了。吕子臧向他建议趁他病要他命，这种人就是个祸害，不能留。马元圭则是拒绝了吕子臧，他想着朱粲已经元气大伤了，粮草也不足，基本上已经没有再起的实力了，不用在朱粲那里浪费时间了。结果朱粲不光恢复元气，还在冠军县称帝，年号为昌达，并且率军攻陷邓州。马元圭将为他的轻敌付出代价。攻陷邓州没多久，朱粲为了报仇，就去和马元圭2人所在的南阳城。南阳城被朱粲攻下了，马元圭、吕子臧战死之后，他想趁机进犯西州，但被唐军的1万骑兵在商州击败。从此他再也不敢去找李唐的麻烦。他这个人心里只有掠夺，眼里只有眼前掠夺的目标，没有以后远大的发展，这让他每次选择攻打的城池的时候，都是哪里富就去打哪里。他们的军队行军作战没有任何规律可言，攻下城池后先杀人，再拿粮食，每次都是粮食没拿完就匆匆撤离，把剩下的全部烧掉，这让他们每次粮食都用得很快。那咋办？就只能赶快准备下次的行动。他的部下也从来不从事农业，在他的摧残下，百姓在饥荒中过得更加生不如死。在饥荒和战争中死掉的百姓堆积如山，朱粲的军队陷入危机。随着军队的粮食危机越来越大，有一天他们朱粲饿得实在不行了，就率先将活人视为食物。他们先把2个因贬官住在南阳的宾客全家吃了个精光，又首创取婴儿蒸而啖之的充饥方法，而且毫无人性，告诉士兵们天下没有比人更美味的食物了。只要其他城镇还有活着的人，我们的军队就不用再担心饿肚子。他的军队凭借着一点力气，将一座无军镇守的小城攻下，之后就是屠城，心狠手辣，嗜杀成性。古代大规模人吃人主要是2种情况，战争和饥荒。没办法，当人为了活命的时候，什么都做得出来。这下完蛋了，百姓不光自己因为饥荒颗粒无收，自己还要被别人吃掉。朱粲命令手下到城镇中去抓小孩。为什么是小孩呢？因为在朱粲的眼里，小孩的肉是最美味的，而且小孩天生无邪，在精神层面也是完美无缺的时候，这真的是禽兽不如了，所作所为令人发指。他们将小孩子抓到一起，如杀牲畜一般将孩童杀掉，煮在一起解决了军粮的问题。连年的灾荒和战乱，能活下来的小孩子本来就少，再让朱粲这个畜生一搞，不少城里的小孩都没了。朱粲一想，那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小孩子少了，我就去找大人来吃。他们人都被抓来了，那城中剩下的一点粮食也不是自己的了。于是他的目标不再是小孩子，还有大人。以他们军队数量来想，他们吃的数量实在是无法查清，数不胜数。
在常年的吃人经验中，他们还总结出了很多吃人肉的经验，还对人肉的食用方法进行了研究。他们将人肉分了等级，老年的叫做烧把火，意思是说肉老要多煮一会儿。年轻女子的人肉叫做不现羊，顾名思义，吃了这种肉比吃羊肉还要鲜美。小孩子的肉叫做合骨烂，字面意思好煮好吃，稍微用火一煮就骨肉分离了。朱灿这个禽兽最喜欢的是不现羊。朱灿有一位闭月羞花的妃子，两人十分的恩爱。有次朱灿在事后和妃子说，你这细皮嫩肉还有香气，烹制起来吃味道一定十分的鲜美，愿不愿为自己献身？这妃子多多少少缺点脑子，她不知道朱灿吃人的事情，她居然以为朱灿在和她开玩笑。她面不改色地答应了朱灿。朱灿呢是毫不含糊，随即让人把这位妃子带了下去。这妃子此时想反悔已经不行了，整个人的思想已经是上天了。她的各种烹饪方法也是无所不用其极。叫花鸡大家都应该吃过，她对人肉的烹饪方式中有一种就是和叫花鸡相似的，还有什么其他只吃一个部位的方法，烤肉的方式，反正是你能想到正常和非正常做饭的方式她都做过。显州首领杨士林田赞对朱灿的残忍行为忍无可忍，率兵反抗朱灿。同时南阳诸多将领响应二人，朱灿在怀原被大败。朱灿在被诸将赶出南阳后，他带着数千士兵各地奔走，最后没办法了，只能放低姿态去找了唐高祖李渊投降，居然接受了他的投降，将朱灿封为了楚王，并且让他保有自治权。李渊要是听说过他的恶行还接纳他的话，那李渊可真的是个……也可见当时的人肉确实不值钱。为了安抚朱灿，李渊派了特使去到朱灿那里慰劳，双方开怀痛饮。段雀呢，在喝到大醉的时候问朱灿，听别人说你喜欢吃人肉，你跟我讲讲人肉是什么滋味的。朱灿反朝他说，我曾经吃过一个酒鬼的肉，就好像吃丑猪肉一样。段雀勃然大怒道，你不过是陛下手下的一条狗罢了，还想着吃人肉。朱灿也毫不含糊，随即就命令手下把段雀和他的随从们抓住下锅，之后分给身边人吃了。可怜段雀手下自己什么都没有干，就被这倒霉蛋给害了。碰见这么个老大也是够倒霉了。朱灿杀了李渊的人后，就去投靠了王世充。我们知道王世充也不是什么好人，后来被李世民打败投降，朱灿也被抓获。无论从哪个方面讲，朱灿这是死到临头了。不久后，朱灿和手下被斩首，百姓对他恨之入骨，用石头去砸朱灿的尸体。很快，朱灿尸体上就堆了起来，食人魔王朱灿落幕了。那么大家对这些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，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。